成亲的时候，方金那是见了天的高兴。哎呦，现在没成亲的时候，那就乐得不行了，恨不得全村都知道他娶了秀才闺女。要说他也够意思了，他这亲事是他自己选的，也不是家里给做的主。这自己选的媳妇儿，好说歹说娶回家了，如今这说休就休。要我说，这科举的事情也不能全赖何氏，他不是不识字吗？他不知道自己买了个啥，难道方金还不知道？哎呦，是呗。再说了，他这功名又不是因为真舞弊了被拿下去的，有人犯事儿，今年所有童生都不算。要说冤枉，也是人家啥卷子都没买的冤枉啊。嗨，别说了，我看呐，就是运道不好，差不多就得了。拿媳妇儿撒气有啥用？他咋不敢跟当官的干一架呢？方同一家站在牛车上，看得那叫一个津津有味。是我上门求娶又如何？当年也没想到你如今会如此愚蠢。而且我娶你难道委屈你了啊？你怎么不提为了娶你，我们方家出了多少彩礼啊？提到这个，何氏也觉得冤。那么多彩礼其实都是他继母要的，他来方家的时候也自然是一文钱都没带回来。后来一连生了2个儿子，才觉得这家里总算有了点说话的份儿，但依然不敢违抗公爹和他男人。没想到孩子都这么大了，方金他竟然想休妻。离开儿子，他后半辈子怎么过？方晴天和方泽天见他们爹是铁了心，在一旁不停哀求，他们娘可以什么都不是，但唯独不能不是他们的娘。可方金只冷着一张脸，看何时的眼神简直如同看一条在路边发疯的野狗一般，半点看不出多年夫妻情分。方静，我告诉你，这么多年，我生是方家的人，死是方家的鬼，你休想就这么休了我！一转头，朝着门墙就冲了上去。最前头反应快的几个赶紧一拥而上的拦人，方氏是真的用了要死的劲儿的，3、4个人一块都被他险些撞了个跟头。拦下一次他还要去撞，被大家伙七手八脚的给拉住了。哎呦，我的天哪，寻死可要不得哦！那就到这个份儿上了，赶紧坐下喘口气儿，可别想不开了。你2个儿子都还在呢，可别说不活就不活了，他们哪能真不管你呢？方彤他们也没了幸灾乐祸的兴致，捅了这么大的篓子，被休了有什么可抱怨的？现下闹这么一出，就想威胁他不休妻的。儿子，休妻的事啊，先放一边吧，你怎么也得为孩子们想想啊。况且来年你还要下场，在那之前你肯定要关起门来读书的。何氏不在了，你娘照顾一家子一段时日能成，还能一直干呢。方金沉默了。何氏好歹生了2儿子，你说休就休了，就算村里人不说什么，族长那边也会觉得咱家做的不好看。你也看见了，这何氏是个不要命的，真要是一个想不开呀，且不说孙子俩日后心里有没有疙瘩，逼死了他，你的名声真就不在乎了。这话到底还是说到了方金痛处。好，那就听爹的，这件事以后再说，但我现在不想再见到他了。他转回身，晴天、泽天，你们2个把你娘送回娘家去住1个月，既然是你们何家没把闺女教好，那就好好教教再回来。他娘家亲爹已经不在，只剩下弟弟和继母，哪里还有什么家？回去能得什么好？不过就是换个地方给人家搓磨罢了。可是他也不敢再闹，怕惹怒了方金，非要将他休了不可。得了，咱们也回家吧。方老爷子听见牛车的声音，往外一瞧，果然是方同一家。头一次他看着这个儿子，心里有了恨意。方金自然也是看到了，他心里更加难受。这么多年，方同总是说他白花银子，这次考上童生，本来方同在他面前应当永远抬不起头的，结果一招落空，全都没了。方才瞧着何氏也觉得可怜，说同情吧也谈不上，就是觉得这世道的女人也不容易。是啊，何氏是蠢了些，人也不怎么样，但这次的事方金要休妻，那纯属就是迁怒了。要是何氏今日就这么被撵出去，后半辈子可就什么指望都没有了。那都是别人家的事了，咱们也管不着。不过咱家是不可能了，要休啊也是你休我。要不你给我说说，这些日子你对我有啥不满意的，我好赶紧改了。你可千万别在心里憋着啊，得给我改的机会啊。你呀，还是把你这油嘴滑舌先改了吧，叫人听到像什么样子。嗨，我就对你油嘴滑舌呀，就说给你听，你听不听嘛？钱凤平受不了他，捂着脸躲去屋子里换衣裳去了。翌日，秦燕一到书院就找到了魏夫子，说了来年想下场县试。魏夫子没说什么，而是直接带他去找院长。上次你做的考试卷子我们都看过，你一直跟着孟夫子进学，既然今日来了，借此机会稍微考教一番如何？好。
那我们去隔壁。不用，就在这烤吧，先生，我也想看。郑举人点点头，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思索片刻，准备执笔。只这一题，你试试看。秦燕靠到桌边，方南之也凑过去看是什么题。谈边境护士利弊，魏夫子看到都难免有些惊讶。秦燕也意识到了，但他没有问，而是也开始思考。半晌，边境护士，几朝之法，人与人义务，商与商通淫。他一边写，郑举人和魏夫子已经跟着看下来，越看眼神越明亮。等秦燕写完最后一个字，郑举人也缓缓地呼出一口气，看向魏夫子，两人都在对方的眼中看到了包含惊喜和激动的种种情绪。先生，我哥哥答得好吗？别的不说，只谈这一道策论，在我知道的学生里，再好也没有了。不过你这腿……秦燕知道这是他下场科举必然不可能避开的问题。他在郑举人和魏夫子再一次震惊的表情中，从轮椅上站了起来，又慢慢坐下。我的腿在慢慢恢复，只是太久没有走动，如今要走一小段也极其劳累，需要慢慢恢复。太好了，我心中还一直可惜，你是如今我的学生中学问最好的一个。若是真能恢复到参加科举，为师也算是了却了个心愿了。让先生担心了。郑举人和魏夫子又对视一眼。先生，你快答应哥哥吧，他很厉害的。若是一下子考中，那咱们书院可有面子啦。你先生怎么说也有功名在身，还真当学院教书育人是为了什么面子？这段时间你的表现，我和你的夫子都看在眼中。你虽然年纪小，但性子沉稳，书院很少让年龄太小的学生下场，有时候也是担心他们负担不了下场的压力。我懂，但学生有自知之明，也知道科举并不轻松，不会好高骛远，更不会妄自菲薄。好，我同意了。太好了，哥哥，太好了。还有秦燕，从明日起，每日下学后再来我这里学一个时辰，记得回家告诉接你的家里人。好。他知道这是院长愿意用自己的精力额外给他关照了。方南之也为哥哥高兴，捧着脸笑眯眯的。南之啊，你也跟你哥一样，来的日子也多学一个时辰。啊！这一日下课后回去的路上，秦燕将这件事告诉了方彤，回家之后也在吃饭的时候告诉了他娘。这可是大好事，全家都高兴的不行，只有方南之抱着饭碗还有点风中凌乱。这件事只能是咱们家自己家人知道，高兴高兴就行了，可不能到处去说。咱们这村子里是啥人都有，万一有人坏事那可就不好了，懂不？方南之回神了，也跟着点头。你就安安心心学，安安心心考，这考上了呢，我跟你娘给你摆席，考不上呢，咱自己家也摆席。考不上也摆席？那咋了这辛辛苦苦读书考个科举，还不值当吃个席了？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读书。从这日开始起，方南之和秦燕的学业就忙起来了。在书院的日子，每天天黑才到家不说，周老这边也没有因为小姑娘的辛苦就放松她的课业。两个孩子忙，方彤也没闲着，这一日把他哥拉出来，好一顿捯饬。二哥，你见过那种拿着拐棍和碗到处要饭的那种没有？方银点头。来，你给我学一个。两个人口歪眼斜的，还学流哈喇子、抠鼻屎，怎么恶心人怎么来。行了，出门。两个人就这个样子，赶着牛车去县城送货。几个掌柜每个人见到他俩都差点没认出来，个个都上来问方彤怎么了，是不是家里遇到什么难处了。方彤也不多解释，送了货就走。只有程小虎趁着掌柜的不注意，装作送他们出门。王记绸缎铺，今儿个王地主的闺女来买料子了。方彤带着他哥，两个人就直接往绸缎铺去了。王记绸缎铺，王地主的闺女就在里头，正挑三拣四的在那看料子，身边还跟着个清瘦男人。没听我媳妇说吗？你这个料子跟她上次买的就是不一样，她想做一模一样的衣裳，不一样怎么做呀？哎呦，这个可真没办法，这颜色本来就难染，这不是同一批的料子，仔细瞧着难免会有颜色的出入啊。咱们铺子的颜色已经算是比较像的了。看来这小白脸应该就是王地主闺女如今的相公。哥，记着我路上跟你说的吧，跟我走。哥俩肩并肩一起走进去。王姑娘一看到雄壮高大的方银，眼睛就亮了。至于一旁的方彤，她看都没看，也不枉费她特意涂了个大黑脸。先前方老头说他对他哥一见钟情，加上他只喜欢好看的，他就猜到这王姑娘肯定是已经在哪儿看到过他哥了，今日便才没给他脸上扮丑，只是穿得比较邋遢狼狈。他二哥人高马大，只要别跟他聊天，
看起来确实也是一表人才。方彤咳嗽一声，方银表情一下子就变了，呵呵傻笑，还开始流哈喇子。王姑娘吓了一跳，小二，把你们这儿最好的料子给我拿出来。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自家姑娘来了一直找麻烦也就算了，还遇上2个没见过的这么奇怪的客人。嘿，还傻愣着干什么呀？怎么瞧不起人呐？他伸出大拇指向后指着方银，你不认识我二哥吧？你知不知道他如今可是被王地主给看上了，想让他当女婿，以后啊，这就是王地主的乘龙快婿。赶紧的，赶紧的，拿好料子来，耽误了我哥见老丈人，看我怎么收拾你。店小二有点懵了，看了眼一旁的2口子，忙不迭地去取料子。这就是我们店里最好的料子，这一匹就得……哎！方银就将抠了鼻屎的手直接要上去摸，赶紧抱着料子躲开。不行，大哥俊。对呀，我听说那王姑娘就喜欢长得俊的，那咱们大哥那不但是长得俊，还是个读书人，人家都说那叫什么来着？书生气，玉树临风。你还别说，这读书人呐，瞧着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这不管啥时候，只要有大哥在，那女人呐都看不了咱们一眼。方彤好一顿吹嘘。哎，你可得记着啊，这媒婆上门的时候，让大哥在他那个书房里待着，千万别出来，不然呐，你这亲事儿肯定得让他给你搅和了。你这样的找个媳妇儿可不容易呢。这方银长得不错，可也太埋汰了。今日要不是撞上，还不知道这么恶心，他可受不了。不过他们口中的那个大，就这个吧，这还算能配得上我二哥。来，你给我记上，赊账，等我二哥成亲了再来给你。店小二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本店概不赊账，2位请吧，等有银子了再来买也不迟。方彤骂骂咧咧的说，店小二狗眼看人低，给人家整急了，连店里扫灰的笤帚都举起来了，才不情不愿地拉着二哥离开。王姑娘的相公跟在他身边，看完眼前这场闹剧和若有所思的媳妇，心里一股子火不敢发。他倒是本来也知道这亲成的长不了，但每次跟他分开的男人都能带一笔银子离开，所以明知道这日子要到头了，他也不敢闹，否则和离变休夫，保不齐就一个铜板都带不走了。但还是不甘心呢。媳妇儿，瞧瞧这没见识的泥腿子，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真的是到处丢人呐。这个相公虽然听话，但跟他在一起也没什么意思，什么都只知道听他的，都让他安排，跟家里的下人有啥区别？哎呀，二哥，你别说，你学的还真像。方银撅着嘴，在一边用水囊里的水洗手和擦脸，口水糊在脸上可难受了。我不埋汰。好，二哥最好，你这是在帮我忙呢，也是为了你好。他听不懂，反正就当是玩，但不能说他埋汰，也不知道这王姑娘会不会真的上套。只是如今王地主已经知道今年因为科举舞弊的案子，所有学子都要重考，他思虑再三，让人将媒婆喊来了，想要推掉方家的亲事。这边正说着，他就看他闺女风风火火地冲进来了。哎呀，闺女，你慢点，走路着什么急呀？爹就在这儿呢。咋觉得王地主家闺女这些日子不见，又胖了许多？爹，我要去方家看看。方家？你去那儿干什么？哎呀，不必去了，爹已经决定，刚要将那个亲事推掉了。那个方银，爹觉得不行，配不上你。爹，那个傻子我也看不上啊！我要去看的不是他，我听说啊，傻子的大哥长得也好看。你是说方金？他确实也不丑，可他已经成亲了。成亲了怎么了？成亲也可以休妻啊！难不成他如今的媳妇儿比我还好啊？咱们去跟他们说说，他说不定就答应了呢。虽说这么多年在王家见识的也不少，这会儿还是瞪大了眼睛。算了，他其实隐约也觉得早晚都会有这么一日的，定了亲的都抢过，成亲的不是早晚的事。一旁的王地主也真的琢磨起来闺女的话，方家的情况之前媒婆早就打听得清清楚楚，这一家子泥腿子全指着读书的老大有一日能出人头地，这供一个读书人那可是要不少银钱的。他就不信方家不缺银子，那谁有银子？他有啊。要是他真能捞到这个同生女婿，那得跟闺女好好说道说道，不能又没多久就和离，老老实实跟人过下去。他不但能少丢点脸，甚至能靠读书人女婿争脸。行，那这样咱们想个日子去方家看看。好，这次我也要去。刘媒婆，听见了吧？你去跟方家说说，约个日子。这父女俩今儿个这样，明儿个那样，可要上门说话的人是他呀。这三言两语，新郎官都要换了，还要让人休妻，他咋去说？王地主一看他一脸为难，想都没想就摸出2两银子。这是喜钱，约成了再来拿剩下的。嗨，不就是挨骂吗？他当媒婆挨的骂还少了。
能做的已经做了，他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忙，比如再给家里多招点人。他自己先定下了一个，就是程小虎的娘冯氏。已经做工的人知道要招人，第一个找上方童的是二娃。你妹妹？不是，我记得还不大吧？10岁了，能做工了。二娃坐在灶堂旁边。自打我在你这干，他就一直吵着着要来，这不是一直没赶上你要招人吗？行，那就让他来吧，年纪小也没事，到时候啊多带带他。这就已经有2个人了，但方童还是觉得不够。要不让甄婶子来吧？行，那你有功夫的时候去找他说说。第2日，还没等他们想好第4个人选，刘嫂子就赶紧找来，推荐了一个是她娘家侄女。这样方童他们也不用大张旗鼓到处招人了。翌日，因为是第1天上工，他们到了之后，钱凤萍先都叫到一起给新人训话。方童在不远处探头探脑的看，觉得他特别有派头。不过乐完他就有点犯愁了，之前已经在主屋和西屋搭了灶台，现在恐怕又不够了。钱凤萍转回头，见方童好像在犯愁，一问才知道是灶台的事。那你咋想的？实在不行啊，那就只能盖草棚子了。这天啊，草棚子肯定很冷，但这大冬天的土都冻硬了，想直接盖房子肯定是不行。没事，咱们都一样，一起凑合一下，大不了做蛋糕的时候放在屋里，等上锅蒸的时候就放在草棚，时不时有人过来看看火候，添点柴火就成。你进屋去吧，我去找人帮帮忙，咱自己人是用不过来了，二娃他们忙的头都抬不起来了。行，你外头再套件衣裳。搭个草棚子从早干到晚，最快也得2天。方童问了一圈又转了一圈，最后来帮忙的有村长儿子和刘嫂子的男人，还有二娃的弟弟妹妹，没一个算外人。2日后，草棚子搭完了，方童打算给来帮忙的人1人10文钱，结果他们都说不要。别，咋能让你们白帮忙呢？那以后我哪还敢再找你们呀？峰哥，真不用，咱们都是家里人在你这做工的，你们给的工钱呢本来就不少，就2天的活，咱们要是真收了，那以后才是不好意思来找你了。对，就是个草棚子，我哥也说了，要是你们给，可千万不能要。那这样，铜板可以不要，大家伙呀，在我这儿吃顿饭，这总行了吧？大家互相看看，都同意了。等到饭做好，大家坐上桌的时候，眼睛都瞪圆了。怎么还等着我们呢？快吃吧！你们看看，是喜欢吃饭呢，还是吃饼？今日，方老爷子和大孙子去城里送货，回来的时候丧着脸。咋了？出啥事儿了？咋还都带回来了呢？茶楼不肯要咱的货，找别人去了。他们家送的糖炒栗子总有坏的，人家说了不止1次，可不管方家是谁去，都是一听一过，从来没改。人家掌柜的又不差钱，干脆也找人去收栗子，让自家侄媳妇琢磨这东西是咋做的。正好最近还真给琢磨出来了。方老爷子这会儿才知道急了，当时就在茶楼大闹一通，人家也不在乎他是个老头，直接叫人给打出来。偏偏双方没签文书，人家说不要就不要，他一点法子都没有。当初不签文书，是因为文书也要求他们许多，比如要按时送货啥的。当时他们一琢磨，觉得不能签。要是真哪天因为啥没送，茶楼故意用这个扣他们银子，可咋整？至于人家会不会一直要，方家人觉得他们能做还便宜，为啥不要？结果现在都完了。啥？那咱这栗子生意可咋整啊？没了？那就没了呗。方清雅和方泽天方才就出来了，听见这个事儿也都懵了。哎呦，咋就这么不小心哦？这好好的买卖，说没就没了，可咋整啊？爷，那咱们家收了那老些栗子咋整？这东西可不好放，放久了全干了。一家人在院子里闹哄哄的，方清雅站在一旁，甚至都有些麻木了。从科举舞弊到现在，他觉得这家人搞砸什么事情他都不会觉得稀奇。那如今家里的银子还多不多？之前卖自热饭赚的应该还有一些吧？前些天办席面，还有当时给衙役的打赏，花的都是那个银子，不多了。方金闻言，脸色扭曲了一瞬。来年县试我也不下场了，家里也省点银子吧。是的，这次科举作废，他的县试免考名额却算用过的，下次还得考。哎呀，可别这么说，银子不多，可没到不能让你读书的份上。咱家折腾这些，不都是为了你吗？你读你的书，这些事儿啊，不用你犯愁。他一转头看向方晴雅，他已经看透了这家人，有多少法子也禁不住他们这么折腾，最后还不是都给别人做了嫁衣。方南之他爹那么个街溜子，啥也不是的东西，都能靠做那点子东西一直赚钱，这一家人得多废物才能搞成这样，不知当他费心思。晴雅呀，你要是实在没法子，爹就不读书了，一会儿全家好好种地，说不定伯父知道咱家的情况，能把你早点接过去，
不用吃这个苦的。他又不是傻子，听不出来方金是在道德绑架。爹说的这是什么话？但凡我有法子，肯定会告诉家里，不可能让爹读不上书。你可是全家的希望，你有功名，女儿也跟着长脸。不过这让我突然想，我也想不出来，总得给女儿点时间，让我这2日好好想想。这女儿他们方家白养了这么多年，怎么也得为他这个爹做点什么。这怎么在院子里站着？我来的不是时候？没有，进来坐吧。一家人往屋里走，刘媒婆偷偷看了看方金，确实长得好，不怪被惦记。我瞧着咱一家都在，就是我那何妹妹哪儿去了？正巧不在，她娘家有点事儿，回去帮忙去了。刘媒婆做了这么多年牵线搭桥的事，哪里看不出来这里头有事？原本琢磨着说要换新郎的事儿，她想了想，没直接说。是这样啊，我今日来呢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是王家那边让我来告诉你们一声，他们想约个日子来一趟，正式相看相看。你是说王老爷要来我家？是啊，主要是王小姐想来，那王老爷哪有不答应的？这不赶紧让我过来说一声，被王家看中，你儿子有福气嘞。前段日子他们族长私下里也没少劝他，张得什么事想着点族里声誉，大儿子的名声。他心里也犹豫，想着实在不行就毁了王地主家这亲。可如今他已经不想毁亲了，家里没了赚钱了路子，儿子没了同生功名，哪还有功夫去想什么族里的脸面？什么事都没有家里重要。行，你去回了王老爷，明日就有空。这会儿方南枝正在村口跟春花和二胖还有同村的几个孩子一起打雪仗。前儿个他背了一册医书，周老一边高兴一边也觉得这孩子得缓一缓，今儿个就给他放了半日。刘媒婆正好走到这边，她从怀里掏出一小包东西。来，婶子这里有糖，有没有想吃的？我你有啥事吗？你好像不是我们村的。我是别的村的，来你们村找人。来，一人拿一块吃啊！二胖馋得很，伸手接过来了。你都不知道他是谁，你咋敢吃他的东西？我告诉你，有人专门卖小孩的，你吃了别人的东西就会被人带走，关在黑屋子里打断你的腿，让你去讨饭。我不要去讨饭。这小姑娘看起来挺乖巧的，怎么是个这样的孩子啊？不是，婶子可是个好人，方家你们知道吧？我是他们家大儿媳妇何氏的亲戚。今儿个呢是来串个门的，不过她不在家，这不是想问问是咋回事吗？仔细将刘媒婆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确定她那位唐伯母的亲戚没有这一位。咦，婶子，你是他的亲戚吗？那你怎么不知道唐伯要休妻啦？休妻？一时间甚至忽视了方南枝对方金的称呼。对呀，他们回来那日闹得可大呢，全村都看到了，说要休妻，是不是？是呀，我爹回来也是这么说的。我家离得近，我当时还问我娘啥是休妻呢。所以休妻是什么呀？刘媒婆越听越高兴，她忍着肉疼将糖块分给几个孩子，挥了挥帕子走了。这个能吃吗？方南枝看着刘媒婆走远，吃吧。糖块吃了，当然大家都不会有什么事。一群孩子接着打雪仗。大马！大家一起往那边看，方南枝就看到了骑马进村的石君言。石君言也看到了他，方南枝爬起来把衣裳拍拍，没想到小马驹却在他面前停下了。你可以摸一下。真的吗？之前在周老家的时候，他也没怎么看到这匹马，他自己都快忘了这茬了。毕竟答应过你的。方南枝赶紧把自己的手蹭干净，想了想，又突然揣起手。石君言有些疑惑地看着他。你别急呀，我捂一捂，刚才还在玩雪呢，这样会冰到他的。他似乎真的很喜欢他的马，上次在府城遇到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也能骑一下吗？石君言没说话。求求你了，就让我骑一次嘛！你要是觉得我衣裳脏，我现在就回去换。他沉默了一会儿，才无可奈何地翻身下马。方南枝还没反应过来，就从身后被人抱住。坐好。哇！小马驹有些不适应，忍不住动了一下。石君言已经眼疾手快地把他接住了，直接将人从马上带下来。就这一下，你没学过，太危险了，今天不能上了。他还没骑够呢。石君言看出来了，但实在危险，他打算差不多可以回去了。没想到一转头，周围全是围着他眼巴巴看着的小孩。他倒是也想装作没看见，但真的很难。就一下。他看了眼后边跟着的下人会意，将孩子们一个一个抱上去，坐一下就抱下来，每个人都轮到一次。谢谢哥哥，好厉害呀！
我也做过马了。孩子们欢呼着，但是啥？你说方金要休妻？可不是嘛，保准的，我都打听了，说是那日吵得可厉害了，这全村都听见了。人这会儿啊都撵回娘家去了，人不在家呢。听说啊，好像是让人给劝住了。这休妻的事儿，他这边本来不好说，没想到方家那边都有想法了。王老爷，要我说啊，虽然这次休妻没成，但您和姑娘一出面，加把火，我看准能成。人家都动了这个心思，他要是还拿不下，他这地主不是……你再给我仔细说说，方金现在那个媳妇儿是个啥情况？刘媒婆又把打听到的能记住的都说给他听。王地主听完，觉得问题就一个，要是到时候方家真的要休妻，那个何氏再闹自杀咋整？他闺女虽然如今名声也不怎么样，但也不能听之任之，不然他这么多年的银子不是白花了。翌日一早，赶紧把家里里里外外都扫扫灰，今儿个王地主可要来咱家，可不能丢人。还什么王地主，他又不是不知道，不就是卖儿子换银子吗？方老爷子这会儿不在家，他方才就出门了，亲自去秦家接方银。行，回去吧，二哥，记得早点回来。方老爷子带走方银的路上，还觉得这里头有问题。老二啊，他这次没叫你干什么吧？方银不懂他在说什么，方老爷子只觉得这儿子傻得没救了。他们走了，转头方童就让铁柱赶牛车去送货送孩子。他还是不放心，打算在村里守着，看看方家今天打算怎么起这个幺蛾子。1个时辰之后，村里来了一辆从来没见过的马车，进村就直奔方家。两位特意从大河村过来，真是一路辛苦了。来来，快进屋暖和暖和。王姑娘跟她爹一起也忍不住看了一圈方家人，但她好像也没看到跟方银年龄相仿的人。这亲事是方银的，她也没兴趣跟家里人一大早就起来为了他们折腾。等王地主他们回去的时候，她出于礼节象征性的出去送一送也就是了。王老爷，王姑娘，请喝茶。王姑娘面无表情，直接接过茶。方晴雅还没等退到一边，左边的耳朵一时间好像聋了似的。哪里来的蠢东西？茶水这么烫，你想害死人吗？你凭什么打人？他说着，抬起手就想还回去，却被一旁的方老太太给拦住了。奶！方老太太赶紧把他拉下去。什么破茶，他才不会喝。只是刚刚那臭丫头长得好看，实在碍眼。王姑娘，刚才那个是我的孙女儿，不是下人，希望姑娘不要对她太苛责。原来是这样，真是抱歉啊，她看起来不像是读书人能养出来的闺女，我想差了。他一下子就想到，这么说来，那丫头应该还是方金跟何氏的小女儿，更该打。王老爷，王姑娘，这是我二儿子方银。方老爷子还没想好要怎么说几句夸奖的话，没想到方银已经开始了。装傻，不是说现在就不傻，而是装得像个无可救药的傻子。给我银子，给我银子，我要去买糖。方老爷子都傻了，赶紧把他拉起来。行行，爹给你。他赶紧摸了钱给他，方银全好好的收了起来。他站起来，直勾勾盯着王姑娘，开始流哈喇子。你也给我，你以后就是我媳妇了，得养我。王地主脸色难看，方老爷子再迟钝也意识到不对了，赶紧把老二往外推搡，让他出去等着。嗨，这孩子平日里也挺听话的，今儿个不知怎么了。肯定是方童那死崽子交给方银的。方老爷子，我没记错，你还有个读书的大儿子，复试的时候还中了童生，这次的所有考中童生的都给撸了。不过这也不是没办法的事，大家都一样。我儿子有心气儿，来年接着下场，这次肯定还能考中。是啊，不过我今日还没见过他在家吗？方便的话想打个招呼。这有啥不方便的？晴天，去把你爹叫来。方金这会儿在自己书房，听说王地主要见他，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他跟着儿子进屋，王地主眼前就是一亮，相比于完全不像话的方银，这个大哥实在好太多了。见过王老爷，王姑娘。方金最擅长在外人面前伪装了，彬彬有礼，让自己看起来玉树临风，能轻易就引起一般人的好感。王姑娘瞧着，一瞬间脸就红了。方老爷子有个这么好的儿子，我真是羡慕啊。只是，您这两个儿子可真是天差地别呀。王老爷，我二儿子力气大，老实本分。不瞒你说，咱家的活好些都是他干的，这力气在我们村都是数一数二的。
我招女婿又不是招下人，要干力气活的我那儿也有的是，有银子想雇多少就能雇多少。方老爷子尴尬了，要说想跟我当亲家也不是不行，老哥您又不止一个儿子对吧？方老爷子还没反应过来，王姑娘已经站起身了，直接200斤的身子就往方巾身边靠。方巾哥哥，方巾看到他一脸横肉，心里恶心坏了，赶紧退了2步。王老爷，我儿子是读书人，以后可是要科举的。我家难道就不是正经人家？我闺女也是识字的，红袖添香不是更好？王老爷，在下是有家室的人，还有3个孩子。谢谢厚爱，但就算是为了名声，也并不打算停妻再娶。我也不说别的，你们家要是同意，我闺女就陪嫁翻1倍。可你们要是瞧不上我女儿，把自己看得太高，我王家也不是吃素的。王地主丢下这句话，也没管方家人的反应，带着闺女就走了。王姑娘临走的时候，还朝着方巾抛了个媚眼。这王家也欺人太甚了。儿子，你放心，爹不可能同意。那女人比你媳妇儿还10个100个不如。都怪老二不争气，到手的亲事都能给丢了，今天还在人面前弄成那副死样子，非得教训他一顿不可。泽天，你二叔呢？把他给我叫进来。爷，我没看见二叔，他好像走了。对，他直接跑到方童面前，手一摊，给他看从方老爷子那拿到的铜钱。厉害呀！行，我给你收着，等你娶媳妇儿的时候一并给你。王家姑娘这一日回去，就跟如今的小白脸相公和离了。金郎，方家全家人头都大了，尤其是方巾，恨不得给自己的书房门拴上锁。金郎，我今日来给你洗手做羹汤，你读完书出来吃啊。方巾在屋里呕得要死，怎么只有条鱼呀？早知道咱们城里买点东西带过来了。他朝着下人招招手，你来生火。下人把火生好了，王姑娘瞧了瞧，从罐子里放了点荤油进去，也不知道该放多少，反正油放多了就香，锅里刺刺啦啦的响。快把那条鱼丢进去。这鱼好像还没杀呢，快放呀！下人不敢怠慢，也不敢说话，赶紧把鱼放进去。这一下差点把锅给弄着火了，吓得王姑娘一直在叫唤。等她折腾完，也该吃晚饭了。灶房一直被她霸占着，没有饭吃，只能吃中午剩下的干巴饼子，还有那锅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鱼。方晴雅从来没吃过这么难吃的鱼，刚一进嘴就一脸嫌弃的吐出来了。她想还手，可看看她身后站着的那4个5大3粗的下人，她又只能咬着牙认了。虽然她跟这个闺女感情也就那样，但毕竟名义上还是妇女。王姑娘，我知道你的心意，只是我已经有妻有子，实在是担不起姑娘的厚爱。哼，有妻怎么了？她有我美吗？都生3个孩子了，老太婆一个，怎么能跟我比呀？何氏虽然年纪确实不小的，但长相是真的还行，至少比这位王姑娘能入眼。姑娘，天下美好的女子多的是，但我总不能见一个就停妻再娶，您说是吧？怎么就不能了？她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当然不用，你只要娶了我，什么美好女子还能比过我啊？狐狸精，就一人挨了王姑娘一个大嘴巴。没规矩，本姑娘可是你们的长辈。狐狸精，她也配？人家狐狸精好歹是看得过去的女人，她这种不叫狐狸精，只能叫女土匪。隔壁白氏扒在墙头看了半天了，转头就在村里跟别人绘声绘色的唠。你说啥？方巾？可不是嘛，就那个最近总来咱们村的胖丫头，那个就是王地主的闺女。王地主的闺女？之前在方家吃席的时候，不是说是跟方银说亲的那个吗？哎，我记差了？哎，没有，你没记差，就是她。也确实之前是说给方银的，但是人家王姑娘不同意，人家看上了方巾了。啊？哎呀，不是，这弟媳妇儿咋成嫂子了？大哥跟弟弟抢媳妇儿？不对呀，方巾他有媳妇儿啊，只是闹休妻，人家又没真休。也说不准吧，说不定以后就真休了呢。不管怎么说，人家现在也是有媳妇儿的，一个大姑娘天天跑家里这么纠缠，这也太不要脸了。不过传着传着，大家对他们的事儿知道的也就更多了，比如这王姑娘看到好看的男人就抢，这流言难免会让人觉得有些不安。自家老爷们歪瓜裂枣的也就算了，真有长得看得过去的，都不想让人出门了。总归大冬天的也没什么活非出去不可，被家里媳妇说过，干脆就在家窝着，顶多快走2步到邻居家唠唠嗑。可二娃狗蛋他们3个可不行，他们要上秦家干活，日日都得过来。他们也听说了流言，每次来的时候
都戴着帽子，或者准备好大块料子衣裳把脑袋都给盖上，就露出来俩眼睛。切，你们仨加一块都凑不出来一张小白脸，搁这怕啥呢？哥，咱哥仨可都没成亲，一个个年轻有力气，现在还有正经活计，啥事儿可得多小心，等被看上就来不及了。咱们哥几个有哪个不俊的？人家都说在一起时间长了，互相都长得像。就说三哥你看看你这脸，比以前在方家的时候我瞧着还俊了。瞧瞧你给自己保养的多好。方彤一激灵，赶紧跑到水缸旁边照了照，还是那么英俊，没变成二娃他仨这样。爹，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他凭什么在家里这么吆五喝六的欺负人？我看他就是想把咱们搓磨死。方金看着孩子们脸上的巴掌印，也不是不心疼，但他们哪得罪得起王家？闺女，你想到赚银子的法子没？之前卖给考生们的自热饭，复试之后就没弄过了。不过我这2日琢磨了一下，这些还可以卖给镖局、商队。这些人经常在外赶路，风餐露宿，说不定也愿意为了能吃上口热乎的花钱。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明个开始，爹，你带晴天去卖自热饭，咱家把门关上，闭门谢客。方家连夜开始干活，等第2日王姑娘过来的时候，果然方家大门紧闭。方家隔壁的周家院子，门里门外不少婶子妇人坐着，表面上是来周家串门，实际上是来看隔壁方家热闹的。去问问那些人，这家人怎么不在？干嘛去了？下人赶紧过去。他家老头带着孙子一大早就出门去了，但家里应该有人吧？没见他家方金今天出门。啥意思？难道今天方金自个儿在家？快，接着给我叫门！下人轮流上去拍门，可是老半天院子里还是没动静。没用的东西，都给我滚一边去！方哥哥，我来给你送衣裳了，你出来看看呀！还买了笔墨纸砚，都是送给你的。我前儿见你用的毛笔都快秃了，我心疼方哥哥呀！老天爷，这就是王地主的闺女，这么没脸没皮，怪不得人家都说她一个劲儿的换男人。但受不了归受不了，没有一个人走的，他们还没看够呢。方金黑了脸，完全没法子静心读书了。过来，你们蹲在这儿，我踩着你们翻墙过去。就他们姑娘这分量，他们只要被踩上，估计能原地给踩死。姑娘，敲门也就算了，翻墙这可是私闯民宅，这村子里这么多人看着呢，闹大了要进衙门的。就算不用，老爷知道了也要罚。盯着眼前的门，想让人把门砸了，可又想到他爹前些日子说的，算了，忍了。但他也没打算走，站在方家门口等着。过了一会儿，方哥哥，我好渴呀，你能不能放我进去喝口水呢？不放我进去也行，你出来给我送一碗吧，我喝了就走。这种小伎俩，方金上当不了一点。没过一阵，又开始捏着嗓子哭唧唧的，一会儿说好冷啊，一会儿又说就想看看他，听得隔壁婆婆婶子们龇牙咧嘴。可方家始终没有动静，到最后王姑娘也实在是撑不住了，她只能离开。等王姑娘走了，隔壁大家伙才一个个回家。其中秦老太太跑来了方彤家，她是秦氏一族的，但家里在族里没啥地位，儿子也特别老实，不受啥重视，特意跑来找钱凤平说闲话。钱凤平实在是撑不住了，才说家里人要回来了。秦老太太这才起身，那个凤平啊，你家以后要是再招人的话，你看看我儿子和儿媳行不行？咱也不是第一日认识了，他俩你都知道，能干活的。行，我记着了，下次招人啊，我跟我家那口子商量。秦老太太得了句话，就高高兴兴地走了。吃饭的时候，从钱凤平这听说了王姑娘的事儿，觉得她有点蠢。不过这件事她也不好再插手，万一适得其反就不好了。至于这日上了县城的方老爷子和孙子，这主意还真不赖。长风镖局跟咱们订了100份，100份啊！100份，那咱们家里的东西可不够，得赶紧去村子里收，连夜做。一日一早，爷仨来到长风镖局，说明来意，门口的人却没放他们进去。你去跟领头的镖师说，昨日我来过的，他肯定知道。你找谁都没用，说的就是你们。这些东西我们镖局不要了。昨儿个说的好好的，我们全家干了一宿，这么多东西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啊？这得问问你们自己啊！做买卖怎么也不打听打听？当小爷不想吃口热乎饭呢，可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门脸。方老爷子还是没懂，从怀里摸出点银钱，偷偷塞给这小镖师。你给说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啊？还能是因为啥？你们是不是得罪了王家？这事儿就是你们自己不注意，不知道了吧？
我们长风镖局可是王地主的产业。他只知道王地主家有钱，可哪里会去挨家问哪些是人家的买卖，只能原样赶着牛车回去。方家人其他人听了方老爷子说的，都觉得眼前一黑。王姑娘今日来了吗？嗨，我明白了，我方才还在想今日怎么没来呢，看来呀，他们是想让咱们上门去求啊。求能管用，那咱们就去求求他们，让咱们做买卖呗。哪有你想的这么简单呀？什么求？那是求人吗？那是求亲。咱们要是真去了，老大就必须得娶那王姑娘了。何氏这个儿媳妇至少能干活还听话，对他们老两口几乎没啥不好的。这家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我不愿意，大不了咱们全家再忍一忍，吃糠咽菜一段时日。明年3月就是现世了，等我考中就好了。方家其他人也想不到什么办法，只能同意方金说的，能忍一日是一日。方南之对于这些事一无所知，他按部就班地过着自己的生活，每日写完书院的课业，还要去背药方，教给他的药材和药性他都已经背下来了，现在已经开始跟先生学把脉。周老神医一开始也没给他什么压力，觉得他能学到哪儿就算哪儿，但大家都没想到他学到现在还兴趣满满，甚至都有点过于喜欢了。天气冷，秦燕打了个喷嚏。哥哥，你是不是病了？我给你把脉。秦燕还没反应过来，手就被按住。把脉后我给你开个方子。不必了，哥哥没有得风寒，许是被什么人念叨了。方南之盯着他哥看了一会儿，确实好像不是生病，觉得有些可惜，不过还是把了脉，记下脉象。先生总是说行医不仅要学，还要多看，觉知此事要居行，可我希望身边人都健健康康的呀。滴滴，帮助妖妹走上名医道路，奖励卫生纸1卷，健康值+2，交易币+1。二伯，我来给你把脉。方莹可听话多了，让伸手就伸手。方南之把了半天，也只能记下自己摸到的脉是什么感觉。可真厉害，这么快就学会看病诊脉了。让他摸摸就得了，别夸，还差得远呢。我日后要是有孩子，能有芝芝一半受人疼，就谢天谢地了。你这媳妇儿都没有，这8字都没一撇呢，还孩子，做啥梦呢？没想到铁柱只是挠了挠头，憨笑着不说话。哟哈，这是有情况啊。等白日干活的人走了，方同一家子4口人开开心心吃饭。交易币的话，哥哥在我这儿已经攒了50个了，这不是能买之前说的小空间了。空间是他们之前看好的，交易币难得，一家人早就商量过，等攒够交易币要用做什么，最终讨论的结果就是空间，随身空间。不过50个交易币能买的也不大，方南之问过系统，说是半平米，他还是不知道多大，后来问清楚了才知道差不多半个8仙桌那么大。正常这么大的空间需要100交易币，但方南之这是在系统里交易的第1单，商城有个折扣，无论买什么价钱都砍1半。点完购买，系统就提示收到了，他尝试了一下，一时可以进入空间，确实不大，像一个大箱子。神奇的是，这次秦燕这边的系统也收到了提示。难道说这次我们都能用了？快试试。秦燕看了眼手边，干脆拿起桌子上今日刚做好的蛋糕放入空间，蛋糕果然就出现在了里边，可他再想拿出来的时候却不行了。我还是拿不出来，你试试。方南之进入空间，果然看到了哥哥放进去的蛋糕，他尝试了一下，居然拿出来了。兄妹来反复试了几次，才发现果然这次的空间也不是2个人都能随便用的，而是秦燕可以放，南之可以拿，反过来就不行。看来2个系统确实是有规律的，从一开始做任务就是，我得到的东西都是妹妹可以用，现在也是放进去的东西妹妹可以拿。没关系啊，我们是一家人嘛，哥哥要是要什么，我帮你拿就好啦。他把家里钱财拿来，先拿一部分出来，他放进去，然后方南之拿出来，方彤在旁边数了一遍，一个子儿都不差。这下子好了，以后这些银钱呐、贵重的东西啊，就放在这个空间里，省得总是提心吊胆的。这下呀，不管发生啥事儿，只要空间里的东西还在，那就啥事儿都没有。方家老宅，方老爷子接连几天都背着次热饭去县城，但是根本没卖出去。更糟的是，他今个想着放弃做生意，去地头给东小麦追肥，结果被绊倒，摔得不轻，强撑着进了村子，就爬不起来了。爹，您好好养身子，正好这前段时间您操持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太累了，借此机会啊，休息休息也好。方老爷子躺在炕上叹口气，没说话。方金一天总会来看几次老爷子，但要说伺候，那全家定然只有方老太太能做。方老太太每天做不完的事，一个人伺候这上下老少3代人，她这个岁数实在是吃不消。大儿啊，
要不咱们把儿媳妇接回来吧？家里如今缺人，老二也不在，这么下去，咱们全家都早晚得累倒下不可。以前何氏没嫁进来的时候，难道日子就不过了？第二日，方金先醒的，院子里静悄悄，他开口喊人，没想到没人回答。他觉得不对，先去敲2个儿子的门，没想到竟然一推就开了。他进去发现晴天和泽天都睡得死死的，他用力拍了2人后背好几下，才一脸懵地从炕上起来，头疼，又晃着步子去敲老两口的门。爹娘，老头老太太虽然都在床上躺着，但2个人都被胡乱推到一边，炕上的褥子都给掀开了。方金赶紧手脚并用的上炕，一看墙洞，眼前一黑，完了，就完了。儿子咋了？没了，家里遭贼了，银子都没了。他立刻想到一家人睡到这个时候，家里弄出这么大的动静都没一个人醒，这恐怕就是他听说过的蒙汗药。这东西他在书上也见过，可他们村里怎么会有这东西？他强撑着去到村长家。村长一听方家遭了贼，丢了10几两银子，也是吓了一跳。村长赶紧招呼村里人一起帮忙找，全村一共就这些人家，惯场小头小摸的也就那么几个，肯定是先查他们。赖子人呢？没看见啊。赖子在村里吗？不在吧，感觉好些日子都没见了。我咋觉着我昨个还看见了？把人给我找出来，我喊人，剩下的都给我在家待着，不许出村。大家伙本来也没啥要出村的，除了方彤，他去县城都已经回来了。不过见村长没打算提他，他挠挠头回家去了。好家伙，10几两银子全丢了！以前从他们手里见一个铜板都难呢。足足过了2个时辰，村里人终于带着赖子回来了。这方家是咋的了？最近这么多事儿，咱们全村的热闹都没他们一家多。人家有个读书人呗，咱们天天就知道低头干活，有啥事儿也找不到咱们身上。也真是倒霉催的，没件好事。哎，咋没有呢？都让地主家的闺女给看上了，那成了亲就是吃香的喝辣的了。到时候啊，保不齐这书都不用读了。村长走出来，看了眼被捆着的赖子，他刚一问，赖子就全说了。啥？你说是你偷的，还都拿去赌了？村长，我们就是在赌坊抓到他的，当时就找了，他身上一共都没几个铜板。你说你输光了就输光了，你们几个去赖子家找，啥地方都别放过。昨夜才丢的银子，要是真给他输光了，就赖子这个德行的，把他卖了都不值10几两。可惜一群人在赖子家就差掘地3尺了，一个铜板都没找到。怎么就我们家这么倒霉啊？要说银子多，难道不应该去偷方铜的？还有爹，怎么好端端的在田里会被不知找哪儿来的绳子给绊倒了呢？方老爷子傻愣在床上，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没想到只是拒绝王家求亲，竟然闹出这么多事来。儿啊，要不听娘一句劝呐，你去王家认个错，好好跟王地主他们说说吧。要再这么下去，咱家呀迟早得弄散了呀。方金一脸震惊地看着他，这次你爹只是摔了，那下次要是摔断腿了咋办？家里现在可没钱了呀，你爹要是有点啥事儿，我就只能一头撞死了。儿子，没了银钱，你的笔墨纸砚家里也供不上了。你读了这么多年书，还考上过1次童生，功名还没拿到，你真就打算不读了？他觉得自打科举舞弊的事情一出之后，他身边的所有事都事与愿违，好像从山上往下滚一样，想停都停不下来。爹，我不用那么贵的，你可以给哥哥买贵一点的，哥哥来年要下场的嘛。你俩都买一样的，你哥懂，让他选。齐燕当然也不可能败家选贵的，就买了2支300文的毛笔和不会晕墨的纸。这个读书还真是费钱呐，不过这该花还得花，孩子的事儿可不能随便糊弄。回家的路上，也不知道老宅那边还能撑多久。我看呐，这老王家的亲事撑不了1日，就得折腾1日。我进城的时候啊，路过专门打听了几句，这赖子去的那个赌坊8成也是王家的产业。这姓王的呢，大家都叫地主，可我看他呀，不只是地主，这背地里呀门道多着呢。若是王地主就一个独女，倒也可以理解，财不外露，也可能是担心女儿守不住家业。这姓王的还真够阴的。哎，闺女，看见了吧？有些人呢，他就是为富不仁，这霍霍别人都特别有一套。
可得防着这种人，找个机会就得按死，可不能给他机会这么折腾自己。几日后，因为方金和王姑娘正式定亲的日子到了，夫人喝茶。要不是方金不愿意，何氏凭什么能当个妾室？留在方家这不是平白恶心他吗？他接过茶碗，眼睛却盯着何氏，还没等送到嘴边，突然一抖手，这茶水怎么这么烫啊？隔着茶碗都烫到我的手了，这你让我怎么喝？是故意让我喝不到嘴的。在场的人都知道这是他在找何氏的麻烦。我再去拿一碗。哼，怎么还说我啊？以后你得自称妾。何氏这次又端了一杯，他摸过，这杯肯定不烫。不行，太冰了。何氏也不由得看向方家其他人。我再怎么说，之前也是方家的儿媳妇儿，生养3个孩子，自愿为妾，就能凭她这么折腾人？然而方家人都默不作声地看着别处，仿佛眼前的一幕不存在。但凡这世上有一处我的容身之所，我又何必死活不肯离开方家？我嫁进方家至今，对不起方家哪个人？我是比不上他们早死的3儿媳，还是没有那钱凤萍能干？凭什么她跟着混混都能过上好日子？我嫁给个读书人，却受尽了苦。我只想活着，我还有儿子，以王家人的性子，不可能容得下我儿子。我活一日，就要吊着这口气。何氏一脸麻木地去端第3杯，方彤在外头的人群里看着，都有点佩服这女人了。何氏这一次端出来，甚至都做好了继续被刁难的准备。王地主沉着脸给了闺女一个眼神，妾室的茶也喝了，这亲算是定了。黄金100两，白银100两，珠宝首饰若干，县城大小商铺3间，良田。哎呦，我的老天爷呀，这哪里是地主啊？闺女嫁妆就这老些了。我还一直觉着人家说的唱嫁妆单子老长，那是至少得府城最厉害的富户才有的。没想到大河村的地主都这么厉害。地主都这么富，大家还都去读书，那读书当官得多赚钱呐！这下子方家有了这么个儿媳妇儿，以后也是咱们村最富的了。这女人饭还是好吃啊，可不比花那些老银子娶个没用的强啊。方金从开始唱嫁妆单开始，难以抑制的心中升腾出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有一些飘飘然的兴奋，跟他当初知道自己考上童生的时候一样。可他也看得见外头人的眼神，又让这种感觉变得极其复杂。他知道他大概不会过苦日子了，可又对带来这一切的王家厌恶至极。正好八字已经对过了，今日定下成亲的日子就在大年初1。能否往后推一下？现世之前我想专心读书，不如就等科举之后。不行，我算了日子，那日最好。不但日子本身好，对你们2人也最好。那日成亲，说不定能保佑你科举顺顺利利呢。万一到时候方金得了功名后反悔，这亲事出啥意外，他可不愿意。他们方家胳膊拧不过大腿，他只能黑着脸默认。说起来，长风镖局前些日子跟我报了件事，正好今日我在，跟亲家说一声。那个自热饭，你们下次直接送去就好。还有我名下的一个商队，咱们以后长期合作。没听见吗？那都是人家王地主的买卖，不是这自热饭是啥呀？谁知道了？听起来是方家鼓捣的东西。他们家关起门来干活也不顾人，我倒是经常半夜听见他们家一干一宿，估计是啥吃食呗。是吃食吗？倒是看见过好些次他们背着东西去城里，不知道是啥。人群里的方彤赶紧找到他二哥，朝他挥手。方莹看见了，大踏步的就走进方家大门。有下人拦住他：方金是我大哥，我是来吃席的。方家人虽然嫌弃他，但今日这个场合，左右也不是他们花的银子办席。方莹愿意吃就吃，不想让他闹起来。我要坐这里。这是主位，不是你坐的地方，给你捡点菜一边吃去。我为啥不能坐这儿？不是说好了让王姑娘和我成亲吗？这话是能说的吗？行了，愿意坐就坐这儿吧，我坐这边就行。方金的脸色别提多难看了。方爷一等菜上来，二话不说，端盘就开始。弟弟说了，今儿个我愿意吃多少就吃多少，吃饱，别把自己撑到就行。方爷一转手，端起一盘肉就往饭里扣。老二，你太不像话了，亲家可是贵客，今儿个是你哥的定亲席面，这一桌子人，你还想你一个人都吃了不成？一把抓住身边王地主的胳膊。我媳妇儿被大哥抢走了，我不高兴，我多吃点怎么了？我爹和我大哥是不是不想认我了？
他一边假哭，一边还把鼻涕和手上嘴上的油都蹭到了王地主的袖子上。偏偏他力气还大，王地主想要扯都扯不开。结果方银一转头，自己把手松开了，去抓王姑娘。是不是不跟你成亲就不能多吃饭呢？我想吃饭，要不你跟我成亲吧？王姑娘恶心的要命，起身就要打人，方银给躲开了。王地主赶紧给闺女使眼色，他只能恨恨地坐下。没想到方银却突然出手，把他坐着的凳子给撤掉了。要打人的坏婆娘！王姑娘这下可气疯了。你看要不要这样？我让人给你单独做一桌，你自己吃行不行？方彤从刚才二哥进去，他就趴墙头上了。哟呵，单独一份菜，不会给人下药吧？不会。那要是方二哥吃出啥不好，那可得赖你啊！二娃和铁柱几个直接进院子，笑呵呵地问给方二哥的菜在哪儿。后厨那边其实是有剩菜的，拼拼凑凑也够一桌，他们全都给带走了，连带着方银也没留下。那咱们走了，不给喜事添乱。方彤抱着闺女从墙头下去，拉着媳妇儿一起离开，全家人一起回秦家吃饭去了。二哥，你记着，以后王家再给方家送东西，你就过去，有喜欢的呢，你就拿回来，听到没？方银正开心吃东西呢，点点头都答应了。方彤觉着几次之后，方家和那个王姑娘肯定受不了，到时候他顺水推舟，说不定二哥也能名正言顺地脱离方家。没多久，方金在县城的朋友就听说了，作为读书人，他还特意来了村子一趟。这瞧着眼生的面孔，一下子就引起人注意。村里人直觉就觉得跟方家有关，赶紧喊人看热闹啊。魏书生走到方家的时候，身后已经跟了不少人，但他并不在意，倒不如说他希望今日的事情有人见证。他来到方家院门前，也不敲门，直接喊方金名字，让他出来。方金正在书房里，听见喊声的时候还有些诧异，出来见到魏书生和看热闹的村民们更是茫然。魏兄，你怎么来了？快进屋里坐。方金，你身为读书人，不爱惜名誉，竟然与那样的女人成亲，败坏读书人的名声，令我不齿。曾经是我瞎了眼，竟然与你结为友人。今日我特来与你割袍断义，日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魏书生就抽出他带来的短刀，撩起衣裳，撕拉一声，哼！魏书生扬长而去了。这是方金的友人瞧不起他，来跟他断交来了。来年3月科举下场，我要拿回一切尊严，让任何人都不敢再拿我的婚事说事，就算王地主也不能在我面前颐指气使。方南之不知道他如今的唐伯的心思，他只觉得他哥最近也太用功了。他哥如今每日去书院上课，结束后不但要来先生那开一个时辰小灶，之后自己还要去藏书阁学一个时辰，回家后吃完饭还没完，还要看到睡觉。方头两口子看在眼里，却没有阻止，只是一个日日去县城都要买肉买好吃的回来，一个就日日做好饭好菜，孩子喜欢吃什么就买什么，不想他们在嘴上亏到一点。不知不觉临近年关，书院停课，饭桌上说起买年货的事儿，一家子才恍然。方彤和钱凤平商量好，大手一挥，进城买年货。最近可真是把两孩子憋坏了，瞧着这么高兴。他哪儿是憋坏了，那是因为过年高兴的。这从小啊就没过过一个踏实年，都不知道过年是啥样的。我知道的，我在书上都读了好些了，我知道的比爹还多呢。这书上啊，跟咱自家过还是不一样的。以后每年咱们都热热闹闹的，只要能一家人一直都在一起就行。一直在一起，怪不得人家说呀，要儿女双全呢，还是得有个闺女啊。娘身边有了芝之后，连笑容都多了许多。钱凤平也觉得感慨，这样一家子热热闹闹的进城，能够这样似乎也没多久，可他竟然已经快想不起来那些艰难的日子是怎么挺过来的了。啊，到了，好多人啊！是啊，这马上年关了，做买卖的、回来过年的都在这儿进进出出，这里头啊牛车就不好走了。咱们在城门下来，我把车拴酒楼去。送完牛车，他们走在县城街上，觉得确实比平时热闹了很多。一问起想买什么，肉。方南之想吃点心，钱凤平要买点棉布，秦燕什么都不想要。他说笔墨纸砚之前都买完了，那就让你娘多扯点布，多给你做几件新衣裳。方彤拉着闺女看了颜色身边的钱凤平，你说买布也是给家里人买的吧？我看你爱吃之前在府城买的果干，这县城里应该也有卖的，咱们买一些回去。我确实挺爱吃的，但是可没跟人提起过，也不知道他是咋发现的。一个大男人心咋这么细呢？做买卖赚了不少银钱，他没见钱凤平给自己添一样东西，这咋能行？这种事可不能等他自己提。咱们上这个店看看。呵，金如意金银铺子。走进去，被店里的金银首饰晃了眼。你这是要买啥？
嘿嘿，给你买一件，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想想如今家里赚的银子，他抿抿唇，开始低头认真看。店家，这簪子怎么卖？钱凤萍转头一看，可唬了一跳。哎，别，这个我们不买，你看看银簪子吧，这金的买了我也带不出去啊。这我不是觉得金的比银的好吗？哎呦，客官，有的金只是瞧着好看，有的首饰呢做的包金，也有银簪子是做工上等的好簪子，这银子未必就比金子差。包金的一般卖的都是充门面，正经的金首饰一般人家买了也带不出去。夫人说的对，二位可以看看店里的银簪子。他转身从身后的架子上拿下一个盒子。二位别看这荷叶简单，那做出来可不容易呀。做这位簪子的师傅是专门做银器，最擅长将花鸟草木做得栩栩如生，平日里都做大件，这簪子是他随手做的。若是喜欢，纯当今日捡个漏呗。那店家不妨说说，这得多少银子？不瞒二位啊，这簪子平日里要价是1200文，最低给到过1000，我都没卖。若是不信呢，我这店可是城里的老店，您可以去打听打听。今日我觉着二位有缘，就1000，如何？店家的话我信，只是我今日第一次来店里，对这些属实不了解。他伸出手，800，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砍价的时候还真有点担心店家不乐意。伯伯，你就卖给我爹吧，我爹这么大年纪，好不容易攒点钱，等我长大了，我也会来买你的簪子的。闺女，你爹倒也不至于是一把年纪了，知道你是好心帮爹砍价，下次呢可以些许委婉一些。最后900文，钱凤萍往头上戴的时候还有些不好意思。早知道今天出门我该好好盘下头发的。没事儿，你怎么簪都好看，这簪子是你的了，以后啊你每天想怎么盘就怎么盘。他见钱凤萍抬着手不好弄，我帮你。这没羞没臊的。最后一样就差买肉了，几人盯着肉摊上的肉转了一圈。哟，是你啊！哎，还记得我不？方彤一抬头，你还记得你说要给我说媳妇这事不？就你那个表姐家的闺女。哦，想起来了。之前呢，那次来讲价的时候，我把这个小伙子那是一顿夸，还说呢要给他说门亲事，是咱们表姐家的闺女。这小子记性倒是不差。那表姐家的闺女怕是不行，不过我这儿还有个人选，是村长家的小闺女，跟你年龄倒也合适。真的？真的。那你跟我说说你家里啥情况？这小伙子也实诚，开口就竹筒倒豆子似的，把自己家里的事儿全给交代了。行，那等过了这个年，你到木山村来找我们。我爹之前还说我上当了呢，我看你这么久都没带人来我的摊子，我也觉得没啥希望了，要不就是你给我忘了。不过这事儿好了，我回去得告诉我爹。方彤觉得这孩子实诚过头了，对于之前随口糊弄的事情他还真有点抱歉。